舅舅今天要做什么呀？那天买的高丽菜还剩下很多，舅舅想用它当内馅，再特别调制个饼皮，做个香香软软，表皮又带一点脆脆的高丽菜饼。午餐我们不做了，就吃这个行不行？好呀，这我更喜欢。好的，我马上开始了。我们先来和面，200克中筋面粉，150毫升清水，这水可以留一点，有需要时再加入。1/4小匙酵母，1大匙油，一般食用油都可以。最后再一点盐，这样完成后的面皮才有个底味。将水与干面粉混合均匀。如果像这样，干粉不能完全拌匀，就将刚刚留下的水全部倒入。今天这面团非常软，而且粘手，但是不要担心，它最终还是可以成团的。用手稍微和一和，再堂面20分钟。趁这时候来准备内馅，20克粉丝也称冬粉，清水泡软，取下高丽菜300克，大约3到4片就够了。洗净后再切成丝，按扁，顺叶脉或逆叶脉切丝都可以。这高丽菜也可以用沙葛、韭菜、酸菜，俗称咸菜等等食材替代。总言之，你喜欢吃什么内馅就换什么内馅，都没有问题，一样好吃。高菜切好了，先静置备用。胡萝卜60克，先切片，再切成丝。香菇1朵，切丝。虾米30克，预先泡软，沥干水分，再切几刀。不用剁得太碎。红辣椒1条，去籽后再切成丝。舅舅用的这辣椒一点都不辣，如果您担心，就用青葱替代好了。20分钟后，手沾点水，将面团稍微揉个1-2分钟。这时候的面团还是很粘手的，手不沾水，基本上是没法操作的。好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盖好，再堂面1个半至2个小时都可以。锅内倒入2大匙食用油。再将30克红葱片倒入，中火爆香。待葱片微焦时，再将蒜末加入。接着是虾米，一直爆炒至视频这状态，葱蒜末金黄色，虾米溢出香气后，再将切好香菇丝加入一起炒香。胡萝卜丝，接着高丽菜丝也加入一起拌炒，此时炉火可以调高。在所有食材炒匀后，加入100毫升清水，再炒一炒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半小匙胡椒粉，1/4小匙五香粉，半小匙盐，1大匙蚝油。这时候也可以加一点糖。
接着将冬粉丝加入，饭炒匀后，这内馅就完成了。完成后的内馅必须像视频中这样，不含多余水分的。大家可以看看，完成后的内馅是这样干干的。起火前将辣椒丝加入，1小匙麻油增添香气。翻炒拌匀，香喷喷的高丽菜内馅就完成了。待这内馅降温后，就可以开始包馅饼了。取一个平底锅，倒入适量食用油，这油量可以稍微多一点。今天我们用个半煎半炸的做法。双手抹一点油，这是糖面，1个半小时后的面团，揪起一小团面，足够时长糖面后，面筋已经完全放松了，延展性特别好，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扯长。光面朝下，将面摊开在左手上。放入馅料，可以的话，内馅尽量多放一些，完成后的馅饼会更美味。再把馅饼包起来，不要担心，因为足够糖面，面筋经得起拉扯，不会轻易断开。处理后的馅饼生坯也不会轻易破皮。最后封口，完成了，完全不露馅，封口朝下，直接放到锅里。今天这食谱完成后共8件，分4个一锅处理，避免油煎时粘黏一起。用手将馅饼稍微按扁，按下去时可以感觉到这面皮真的很薄。炉开低火，将馅饼烙一烙，舅舅用油比较多，半煎半烙，成品会一点脆脆的，比较香。底下定型后即可翻面。高丽菜内馅是熟的，这薄薄的饼皮也很快就烙熟。起锅前将炉火调高，这样可以减低馅饼皮的含油量。待双面烙至焦黄后就可出锅了。熄火，再将剩余的馅饼以相同步骤处理至完成。完成后的高丽菜馅饼，冷或热享用都很美味。剪开一个看看里面，馅饼热时外面有点脆脆，冷却后很软，而且皮很薄。这馅料很香，很好吃呀。是啊，舅舅也要来试试。吃起来非常的香，这馅料的味道很丰富，高丽菜加上虾米，那香味真的很棒，而且吸收了蚝油和葱油，味道更鲜美。算是一道很完美的组合，大家试着做吧，再不然就分享给您的朋友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我是嘟嘟，爱你没用。